老如来，你与我们联手灭掉此梁还不轻松？你僭越皇权多年，现下倒是想起头上还有皇帝了。那座虚影山峦连绵起伏，大小山头星罗棋布。山巅之上，僧众形态各异，或跏趺静坐，或手托玉瓶而立，或于殿中敞怀作大笑之态。最高峰的金顶之上，一尊大佛金光璀璨，宛若纯金铸就，脑后万道毫光流转，身形伟岸无匹。大雷音寺如来老佛。秦牧心神俱震，已然辨明来者身份，竟是如来亲率大雷音寺的护法尊者、菩萨、罗汉尽数赶来。他心中暗存，这佛门魁首此番亲至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几乎在秦牧感知到须弥山虚影的同时，延康国师似也有所察觉，当即不再迟疑，痛下杀手，一剑便斩杀了大雄寺的智空禅师。山巅之上的天魔教强者们纷纷转身，目光齐刷刷投向那缓缓飘来的须弥山虚影。左护法使率先发出一声冷笑，口中吐出秃驴二字，其余众人亦随之异口同声的附和，就连身为僧众却已归入天魔教的云缺和尚也硬着头皮跟着叫了一声。须弥山虚影径直飘至众人所在的山头上空，山上的护法、尊者、菩萨、罗汉们齐齐向下俯瞰，冷斥声整齐划一，直指下方众人乃是魔道孽障。秦牧见状，面色略显古怪，暗自思索自家天圣教与大雷音寺之间的关系，看来已是相当紧张。右护法使薛碧娥则双手叉腰，仰天发出冷笑，放言若对方敢停留，自己能不间断辱骂3天3夜而不重样。对此，一尊菩萨当即反唇相讥，称薛碧娥如今也只剩一张嘴，尚可逞能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须弥山上传来老如来的声音，示意众僧不必与这些人纠缠。他坦言，此前双方已然争斗辱骂数百年，不必急于一时分个高下，眼下首要之事是制止下方的那场争斗。话音落毕，满山僧众不再停留，须弥山虚影随即朝着下方的战场飘去。此时，延康国师仍在与穷夫子等人激烈交手，显然是想在须弥山虚影抵达之前除掉这几位强敌。老如来的声音悠悠传来，向延康国师及在场诸位道友请求行个方便。延康国师听罢，当即散去剑气，避开穷夫子与青铜面具男子的追击，回应请如来明言。老如来随即沉声劝诫，恳请各位道友暂且住手。穷夫子等人本还欲继续出手，闻言稍稍迟疑，最终各自停了下来。此前被延康国师剑气伤及心肺的田真君，此时仍咳血不止。他尖声向老如来发问，询问对方是否打算与他们联手除掉延康国师这了。老如来缓缓摇头，未予认同。李散人见状脸色微变，冷言讥讽，质疑大雷音寺是否也如天魔教一般，沦为了延康国的走狗。老如来依旧摇头否认。穷夫子见状不耐，开口催促老如来不必再卖关子，有话不妨直说。老如来呵呵一笑，表明自己此番前来是想与诸位画个善缘，了结这桩公案。他劝说道，在场众人皆是修行之人，若继续争斗下去，不知会折损多少豪杰，断绝多少传承，不如今日化干戈为玉帛，和和气气的了断彼此因果。延康国师闻言，目光闪动，一时沉默不语。老如来将目光投向延康国师，提及当年对方年少游学四方时曾到访大雷音寺，自己并无门派之见，指点其修行。延康国师也算得上是大雷音寺的半个弟子，如今恳请他归还这份善缘。延康国师肃然回应，坦言自己理当归还善缘，但心中仍有顾虑，担心此举乃是纵虎归山。毕竟穷夫子等人皆是天下匪首，未必会就此罢休。若日后再度反叛，又将生灵涂炭。他直言，如来以慈悲为怀，应当能理解自己的忧虑。老如来随即提出解决方案，称可让穷夫子等人皈依大雷音寺，此后不再过问世俗之事，询问延康国师是否可行。延康国师未置可否，老如来便转而看向穷夫子等人，劝说他们当年皆是俊杰，风华绝代，强横一生，光彩一世，如今不妨放下干戈，皈依佛门。田真君当即冷笑着反驳，称只要大雷音寺与他们联手，灭掉延康国师易如反掌，还质问老如来若放过此次机会，大雷音寺能否保全。直言延康国师灭了他们之后，必然会继而灭佛，劝老如来拿出降魔手段，痛下杀手。老如来却不以为意，回应称，无论延康国师如何对待佛门，世间总有信佛崇佛之人，信仰不会因佛门的兴衰而存亡。他再次劝说穷夫子等人，若愿意放下恩怨，便随他离去；若不愿，也只能说是无缘。他便就此告退。就在此时，110位身披铠甲、浑身浴血的延康国将军从空中急速降落，最终悉数立于延康国师身后，个个战意滔天。魏国公大着嗓门发问，疑惑如来为何也来凑热闹？是否是想趁火打劫？还向延康国师提议，不如一并除掉这老和尚与漫山遍野的僧众。延康国师当即抬手制止了他，低声解释道：“眼下不以两败俱伤，老如来前来何事？实则是件好事。”魏国公满心纳闷，不解其中深意，
直言老如来此举分明是趁火打劫，意图将这些叛逆首脑收入大雷音寺，以壮大自身实力。还强调这些叛逆首脑个个实力强悍，放他们离去便是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，恳请严康国师三思。严康国师却微笑着回应称，既然老如来说过他们皈依佛门后便不再过问世俗之事，自己选择相信老如来。魏国公瞪大双眼，满脸难以置信，直言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仍想继续劝说。严康国师再次抬手打断他，淡然表示老如来身为佛门魁首，前来化解恩怨，平息纷争，还天下太平，乃是莫大善举，更何况自己已然受伤，不便再继续争斗。须弥山上的菩萨罗汉们听闻严康国师受伤的消息，纷纷转头看来。老如来诵了一声佛号，警醒诸位菩萨罗汉，随后再次询问穷夫子等人是否愿意接受劝说。穷夫子等人相互对视一眼，心中权衡再三，最终默默点头应允。他们心中清楚，若不答应皈依佛门，老如来必然会袖手旁观，带着大雷音寺的诸多强者离去，届时他们定难敌严康国师，唯有死路一条。而此番老如来带来了大雷音寺几乎所有强者，显然是势在必得，只要他们答应皈依，严康国师便不敢再追究。老如来见状欣然开口，称诸位师兄师姐放下恩怨因果，皈依佛门后四大皆空，必然能够得到。随后再次看向严康国师。严康国师突然抬手指向青铜面具男子，明确表示此人必须留下。青铜面具男子心中凛然，老如来则微微皱眉。须弥山虚影上的菩萨罗汉尊者们齐齐诵起佛号，严康国师却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，再次强调青铜面具男子必须留下。老如来轻叹一声，向青铜面具男子坦言他与佛门无缘，随后便示意穷夫子等人登山。穷夫子等人迟疑片刻，看向青铜面具男子，最终咬牙下定决心，起身落在须弥山上，向青铜面具男子齐声道了句对不住了。青铜面具男子反倒显得坦然，告知众人自己都明白。他随即转向严康国师，询问对方打算如何处置自己。严康国师尊容淡漠，称要将他擒下，押赴京城面圣。青铜面具男子语气古怪地重复了一句押我进京见皇帝，随后低笑一声，称那就要看看严康国师的剑够不够快了。话音未落，他缓缓抬起手掌，突然重重拍在自己脸上的青铜面具上，面具瞬间四分五裂，连同面具下的脸庞也被拍得粉碎。临死之际，他还留下一句断言，称林家的江山早晚会败坏在严康国师的手中。他的头颅裂开，很快便气绝身亡，但身体却依旧稳稳站立，始终未曾倒下。魏国公等人见状大惊，急忙上前查看，严康国师却立于原地一动不动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手阻拦青铜面具男子自尽，甚至连一丝出手的意思都没有。远处山头上的秦牧目睹这一幕，眼角不禁微微一跳，瞬间便洞悉了其中的关键。秦牧心中了然，严康国师那句押解进京面圣的话，实则是在逼迫青铜面具男子自尽。无论这面具之下的人是谁，必然是皇室高层，地位显赫，是皇帝极为倚重之人。倘若此人被严康国师生擒，押赴京城面圣，不仅会让皇帝颜面尽失，更可能导致君臣离心。届时皇帝将陷入两难境地，杀也不是，不杀也不是。而此人的真面目一旦败露，皇帝的威望将受到严重打击，朝野上下也必然会暗中议论纷纷，猜测他是自行意图谋反，还是得到了皇帝的授意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严康国师的威望已然超越皇帝，诸多文武大臣早已心向国师，皇帝本就对他有所提防，若再出现这样的变故，君臣之间必然会产生嫌隙争斗，国家将陷入危险境地，林家的统治也会摇摇欲坠。因此，身为皇室高层的青铜面具男子，为了不使林家陷入被动，为了保全林家的颜面，必须选择自尽。而他毁掉自己的脸庞，正是为了让人无法再追查他的真实身份。严康国师之所以没有阻止，实则也希望他自尽，并不想真的将他押往京城面圣。即便青铜面具男子没有自行毁掉脸庞，严康国师也会出手帮他毁掉。他并不想削弱皇帝与林家的颜面，这便是当下最好的结局。倘若严康国师真的将此人押往京城，那才说明他却有谋反夺位之心。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严康国师并无觊觎皇位之意，他只是想借助严康国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实现三立三不朽的理想，成为一代圣人。须弥山上，老如来向严康国师尊礼告辞，称此件事了，自己便先行告退。严康国师还礼，目送对方离去。须弥山的虚影缓缓飘向西方，穷夫子、田真君等人回头望去，恰好看到严康国师下令，命人将青铜面具男子的头颅割下就地掩埋，无头的尸身则被装入棺木，准备运往京城。离散人不禁感叹，称此次若非老如来相助，他们恐怕难以脱身。老如来却摇头打断他，称不必多言，严康国师已然对大雷音寺心生不满，催促众人尽快回山。他还提及自己那孽徒恐怕已经趁机返回大雷音寺，意图夺回自己的手臂，若是回去的及时，或许还能遇上。山上诸僧闻言，心中皆是一凛。
须弥山虚影途经秦牧等人所在的山头时，下方再次传来贼兔的冷笑声。山上的菩萨、罗汉、尊者们当即厉声呵斥，回敬对方乃是魔道孽障。老如来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命须弥山虚影停下，目光向下望去，突然双手合十，开口唤了一声师兄。山头上的诸多堂主护法见状，心中一凛，见堂主悄悄向秦牧递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不可轻举妄动。秦牧却摆了摆手，坦然起手回应了一声师兄。老如来面露惊讶之色，向他点了点头，随后便率众继续离去。右护法使薛碧娥见状，满心埋怨，向秦牧抱怨称他不该与那老秃驴还礼，如今暴露了真实身份，被对方看在眼里，日后必定会生出事端。秦牧却笑着解释，自己身为圣教主，对方既以平辈之礼相见，自己便不能失了礼数，而且他的身份本就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，更不能因为自己而让众人与圣教丢了脸面。众人纷纷表示情愿不要这脸面，也不愿让圣教主陷入险境。须弥山虚影之上，一尊菩萨双手合十，向老如来进言，称延康国师方才提及自己受伤，此时正是趁机出手的良机。老如来慈眉善目，温和地反问他，觉得延康国师的话是真还是假？那尊菩萨微微一怔，坦言自己并不知晓。老如来微笑着点破，称凡是相信延康国师话语的人，大多已经输了，有的甚至已然丢了性命，还向穷夫子等人发问，称他们此番战败，是否也是因为相信了延康国师受伤的说法。穷夫子等人闻言面色惨淡，尤其是道全真人，心中更是充满自责。此前他从秦牧丢弃的药渣中判断出延康国师身受重伤，众人正是因为信任他的判断，才选择了第二条路。不过这也不能全怪道全真人，毕竟穷夫子、李散人、田真君三位旧时代的老怪物，曾于万军之中偷袭延康国师，成功将其重伤。这三位老怪物皆是当今世上最顶尖的存在，无论实力还是威望，在江湖上都处于巅峰之列，无人会怀疑他们的实力。延康国师虽被誉为500年一遇的天纵奇才，声望极高，但相较于这三位老怪物中的任何一位，仍有所不及。正是出于对这三位老前辈的信任，众人才会坚信延康国师真的受了重伤。更何况之后的诸多细节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。太学院讲剑时，延康国师只讲了不到2日便草草结束，身上还带着香料，显然是为了掩盖伤口发臭的味道。玉龙门龙王爷探国师傅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成功逃脱了延康国师的追击。小玉金针散人在瀑布边与延康国师决战时，延康国师更是伤势爆发，之后一路都需要秦牧这位小神医随行，日夜调理身体。再加上道全真人这位神医的专业判断，种种迹象都表明延康国师的伤势已然复发，即便有秦牧的调理医治，至少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复原。可谁曾想，从延康国师遇袭的那一刻起，这所谓的重伤便已是他设下的计谋。至于他给出的2条路，也同样是计谋的一部分，自始至终就没有什么2条路可选。众人从一开始便落入了他的圈套。老如来淡然感叹，称500年一遇的天纵奇才，绝非轻易能够对付的。这500年一遇不仅指他的智慧、资质与悟性，更包括他那500年一遇的谋略韬略。这样的人物，若是能够成为圣人，便是世间之福；若是成不了圣人，便会成为无法无天的魔头，为世间带来灾祸。说到性字时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只吐出一个鬼字，言简意赅，却大有深意。众人皆是一脸茫然，未能完全领悟老如来这番话的含义。盖门门主齐大有开口说道，延康国师与天魔教联手，已然注定是无法无天的魔头，只可惜至今仍不知晓天魔教的新教主是谁。老如来却笑着回应，称自己已然知晓，正是方才与自己还礼的那个年轻人。他还提及自己与那年轻人之间尚有一段缘分，本想将其度化到大雷音寺，可惜这段缘分不知为何突然中断，转嫁到了另一个奇妙的生命身上。须弥山上的诸多僧人与穷夫子等人闻言皆是一惊，老如来再次确认，称天魔教新教主便是那个年轻人，还感叹穷夫子等几位老道友着实了不起，教出了这样一个小魔头。只可惜细气罗最终未能留住这段缘分，差了最后一步。另一边，魏国公看着青铜面具男子的尸身被装入棺木，转头向身边的延康国师发问，称对方比自己聪明，难道看不出须弥山此番前来的意图并不单纯？他直言，老如来分明是趁火打劫，将穷夫子等老怪物救走，以此壮大大雷音寺的实力。这些人不除，终究是心腹大患。延康国师却不以为意，称穷夫子等人仅剩10几20年的寿命，不足为虑，让老如来将他们救走也无妨。他坦言自己明白老如来的心思，对方选在这个时机前来打秋风，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，只因自己确实受伤，无力阻拦。魏国公面色古怪的上下打量着延康国师，满脸狐疑的追问他受伤的消息是真还是假。延康国师肃然反问真假，魏国公却不依不饶，再次追问。
严康国师没好气的回应称自然是真的，还反问魏国公若是与那些教主级别的存在硬拼一场，能否安然无恙？更何况对方之中还有3尊神一般的存在与他们殊死搏斗，岂能毫无损伤？魏国公却悻悻然表示自己绝不相信，直言信严康国师的话才有鬼。那些相信他的人，如今都已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，动弹不得。严康国师哭笑不得，辩解称自己有时候也很诚实。正因如此，你骗人时才更具迷惑性。魏国公直言自己看不懂严康国师，他沉默片刻，目光再次投向那口棺木，称自己知道严康国师必定知晓棺中之人的身份。严康国师却摇头，表示自己不能说。魏国公却胸有成竹，称自己即便不问也能知晓，只需等到了京城，看看几日之内哪位老王爷突然轰逝，便可知晓关中人的真实身份。魏国公左右环顾一圈，见四下无人，便压低声音向严康国师进言，称林家内部有问题的并非只有关中之人，老太后亦是如此。他认为严康国师应当再进一步，干脆夺取皇位。严康国师闻言瞥了他一眼，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杀机。魏国公吓了一跳，连忙辩解称这并非自己的想法，而是追随严康国师的那些老兄弟们的心声。他解释道，严康国师的官职已然升到头了，即便再立下天大的功劳，皇帝也已无官可赏。如今严康国师又平定叛乱，立下大功，皇帝根本没有合适的赏赐之物，无论是美人还是钱财，严康国师都不会放在眼里。如此一来，皇帝便会陷入两难，不赏会让天下有功之人寒心，赏则无物可赏。魏国公还进一步分析，称皇帝虽知严康国师，懂严康国师，知晓他并非贪图功名之人，所求的不过是毕生暴富，但将来太子继位后，未必能如当今皇帝一般懂他知他，届时太子同样会面临无物可赏的困境。更重要的是，严康国师手下的那些老兄弟追随他一生，都希望能够更进一步，升官进爵，而他们想要升官，就必须将严康国师推上皇位。魏国公直言，老太后真正担心的并非严康国师本人，而是他手下的这些人。严康国师却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，淡然打断魏国公，称自己自有追求的道，让他不必再多言，只需老老实实平定叛乱，清扫南疆的残余反叛势力即可，自己则要去找小神医疗伤。魏国公再次心生疑惑，追问严康国师是否真的受伤，怀疑他又是在骗人。严康国师懒得再解释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径直走远了。秦牧带着龙麒麟、沈万云、岳青红等人下山，山头上天魔教的诸多堂主与左右护法则早已催动传送旗，先行离开。刚走到山脚下，秦牧等人便遇上了前来寻他的严康国师。严康国师开口便称自己受伤了，一旁的龙麒麟忍不住吭哧吭哧地笑了起来。严康国师冷冷瞥了这头庞然大物一眼，龙麒麟当即收敛笑意，不敢再出声。严康国师面色愈发苍白，再次向秦牧强调自己受伤了。秦牧满脸狐疑地追问消息的真假，严康国师语气坚定地回应是真的。见秦牧仍有疑虑，他甚至额头都冒出了青筋，再次重申疑问。秦牧见状只得点了点头，应了声好吧。